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 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 EA 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啦，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 EA 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马来西亚人的最爱 Toyota Vios、Honda City。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艾德不是一个 chubby， 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我身隔壁有一辆 Honda City， 2024年去年6月买的车。本期视频是非常感谢车主救伟，可是他呢就太害羞不愿意上镜了，他特地从班定下来给我试驾他的这辆车，可是也不算是他的车，是他女朋友的车。这辆车是去年买的，那也改了哈，也做了 remap， 也做了小小的改装。虽然今天天空不作美，但是人家是特地从班定下来的，我们还是一样要完成。我们来 walk around review。来看一下它到底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Let's go。Alright guys， 这是2024年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 Facelift RS 版，这辆车是汽油版的啦。在小改款之前的汽油版呢，是完全不会给你 RS 的这个 spec 的，你要买到 Hybrid 的 EHEV， 它才会给你 RS 的这个套件。来到这个小改款，有些人不要 EHEV 的，有些人就是要汽油版而已，那它就给到你这个 RS 的 spec。坦白说，这个外观呢，你很难辨认得出它到底有没有小改款，尤其是它已经加了这些 side skirt 啊、front lip 啊等等的。那如果不加的情况下呢，你比较明显看得到呢，后面这一个 diffuser 这边它就换上了类似像 carbon fiber 这样的设计啦。那你问我好不好看，这个见仁见智哈。只有 hatchback 它会给你好像类似有一粒 muffler 这样子的感觉上，好像换了 spoon 的一个 muffler 的感觉啦，可是是没有声音的。车主也对着这辆车的排气管做出了升级的，它是一条 full exhaust system， 它有 custom 的 front pipe、down pipe， 还有 muffler， 它是 GT Box 06NS Original Japan 的 muffler 啦。在这边酒窝地方加了一个小小的 lip 这样子，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明显。尾灯啊这些都保持着跟之前一样的 RS spec 嘛，它这里全部都是黑色。如果是没有 RS 的话，这里都是 chrome 的，还有多一个 RS 的厂徽。如果不加 front lip 的情况下呢，原装它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动，这里加长了类似像 carbon fiber 的，但是也是一样是塑料来的哈。我很喜欢 Honda 的钥匙哦，即使它是 Honda City 一个 B segment 而已，它的钥匙其实比 Toyota Vios 还有 Proton 的 S70的这个握感来的更加的扎实，你整个握下去很舒服，按钮非常的 solid。这辆车呢，它也是有 remote start 的，所以你必须要按锁了之后啊，常按这个
它也可以依然的 start 车了。售价为99,900，我们算了100千好不好？它比 Proton 的 S70贵了大概是5000多块左右，跟 Vios 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价钱啊。但是它是 B segment 哦，有些人会说 S70是 C segment 没有错，但是那个价钱就在那边。Honda City 要卖100千哦，S70卖95千哦，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这个轮圈呢已经升级了一个 AOW 的 TE37，它泰国的 rim 啦，15寸7JJ ET35，换上了 Yokohama 的 AD08R 的这个轮胎。我都很奇怪哦，我问车主现在还买得到 AD08 吗？他告诉我这是它的旧的轮胎的，所以是有点老了啦。尺寸呢从185升级了195 50R 15寸，所以如果是原厂来说 ，CD 用这185，它会更加的省油，更加的安静，加速更加的好。缺点就是原厂的操控的这抓地力肯定是远远输给 Proton 的 S70，因为 S70那个是用这205的轮胎。如果没有记错 ，Vios 呢原装是给195的啊，所以很多人升级195，不然就是205啦，就比较耗油，加速也比较慢了一点点，操控就提升比较多了。原装的刹车卡钳 Single Port 的1根半手指的高度哈 ，DRS 的 Adjustable 可以调高调低。软跟硬，它也拉了这些 Ultra Racing Bar Stage 1， 后面这边呢就看起来比较高，大概2根半手指的高度。后面的尺寸也是195 50R 15寸的 AD08R。在小改款之前的 CD 呢，你要买到 EHEV 它才会给你后面的刹车卡钳，其余的普通都没有。现在只要你是 RS， 它都会给你一个 Single Port 的刹车卡钳。至于这个 Walk Around Review 呢，也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就好了，尾箱还是一样的，然后可以倾倒。买 hatchback 呢会比这个 sedan 贵一点点的，肯定的。我觉得买 hatchback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享有椅背倾倒之外啊，然后你还有一个 magic seat 啊，呀，这边拉，你可以载花盆啊、狗狗啊，全部都是非常的方便。为什么它会比 sedan 贵？就是这样，这是 sedan 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买 hatchback 比较好，就是这样。空间无可否认，它已经挤到很厉害了啦。作为一个 B segment 来讲，它的空间无可否认是比 Vios 跟 S70来的大的。我们上车。Alright， 这个就是它的 RS 的 meter 啦。半液晶仪表，指针是带红色的，看起来比较的运动化啦。也有换挡拨片、排档杆。它是一个 CVT 的5段变速箱，还有带 Sport Mode， 这是给变速箱的反应更加的直接。我最喜欢就是你看。如果拨到热一点，它就变红灯；如果拨到冷一点，它就变蓝灯。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细节。CAG Genesis Meter 泰国的哈，可以看它的 CVT 的温度。这辆车也是加了 CVT cooler 的，对于我们激烈驾驶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驾驶也有所帮助。这辆车的平均油耗为11 km/L 哈，车主应该是蛮中脚一下。这里还是一样。传统手刹 ，RS 有红色丝板喷上去的，然后还有红色的侧缝线，包括座椅上面也是一张红色侧缝线，黑色的顶 ，RS Spec 才有的。我们去看一下引擎吧。这辆车的引擎代号为 L15Z 的1.5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引擎，原厂可以产生120 PS 和145个牛顿米的扭力，这是纸上的数据哦。再配到一个 CVT 的5段变速箱，这辆车也经过改了 Max Speed 的 Plug Coil、Peakboard Performance 的 Intake、Downpipe， 还有 Custom Exhaust、CVT Cooler。引擎呢有用着 Motul 的 300V 5W30， 变速箱有用着 Motul 的 Multi CVT-F 蓝眼泪哈，也做过了 remap， 还是由我的朋友 WS Remapping。如果你们想要 remap 的话，可以找我。或者找他们。经过 remap 之后，这辆车的轮上的马力是109匹马力啦。对了 ，NA 车你要提升一个40-50匹马力很难的啦。这辆车的改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也是干干净净，不浮夸。Hatchback 的灯 L 型的，我甚至觉得 Hatchback 真的是比 Sedan 好看很多。OK， 好了，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哎呀，不小心每次播到 S， 加 CD 就是每天都不习惯啊，一播就播到最下面就对了。OK， 来我们来访问一下车主，为什么他会选择买 CD 而不是买比较便宜的，这可能 S70啊，或者是Toyota的 Vios 啊这样子？因为老人家都，哎呀，Toyota都是不坏嘛，一车传3代，人走车还在嘛，为什么会选 Honda CD 这样子？有什么故事吗？之前就喜欢了，就看到 Honda CD Hatchback， 比较喜欢了。哦，就纯粹喜欢它的外形啊。还有段位。这三者里面啊 ，S70也好 ，CD 也好，跟 Yaris 哦，其实 Yaris 的内饰我没有很喜欢，我觉得还好而已。然后缺点就是它的方向盘是不能调前后啊，只能上下而已啊。CD Hatchback 就可以上下前后没有问题，所以你看我调的这个姿势其实很 OK 的。它的很后面，然后我可以找到我最舒服的姿势啦。哇，这样子改了这个轮胎之后，我觉得它噪音高很多而且感觉就是后面的噪音比较高，前面我觉得还好。
CVT 加一个自然吸气的引擎啊，那有些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100千去买一个 CVT 加上又是 NA 的一个车？为什么不要花95千去买一个1.5 L turbo 的 DCT 这个 spec 就是所谓的 S70啦？两个价钱都有所分别啦。你会看到，其实 NA 车有它的好价，就是你会感觉到每一个转速越上越高，它越有力那种感觉，你可以享受。而缺点呢是还是那句话啦，是 CVT 而已。但是如果你日常生活驾给一个女生驾，她们完全是不会去 care 这件事情的，是可能我们男生会比较去介意，会去执着这个 CVT， 哎呀少一点乐趣也没有错。OK， 可是呢，整个驾起来是真的很顺的。它起步的时候啊，它其实比 DCT 好很多。就是起步的时候，你不用等它的那个所谓的离合器啊，要慢慢的松开。然后如果你一下子踩大油，它会那种会推你出去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啊。这具 CVT 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啦。还有这个手动的手刹，在 maintenance D， 这里有 speed and time， 还有 G meter 嘞，看到吗？可是我虽然这辆车是拿来做来家用啊，我不知道它给 G meter 是为了什么。它又不是说下赛道啊那些嘛，对吧？哇，这个就是如果你要看干干净净的这个仪表，你就只能这样子了。哇，方向盘都重了一点呢，换了这个轮胎之后，哦，开始有一点声音了哦。刚刚idling是完全蛮安静的。OK，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换挡拨片。现在是 auto 的时候，你可以用的。又跑回去低了啊！可是如果啦，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有带入 CD， 它是1.0 turbo 的话，会更加多人买那一个，因为有 turbo 嘛，然后它可以remap， 然后它的马力会更加的大，可能会多一个20-30匹有可能啦。所以 on wheel 的话，好像是1.0 turbo 可以到130多匹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泰国人是这样子改的。所以我们现在 on wheel 是多少啊？109啊，109。那1.0 turbo 可以130多，夸张。可是呢，就是3缸啊。OK， 这辆车行驶着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它的转速可以维持在2000转以下。OK， 所以现在是很安静的。如果我不拉高转的情况下，可是你看我进入了 S 的话呢，哇，它就拉到一个3500。Yes， 这是还是自动模式哦，只是它是 Sport。看那种感觉就来了咯，4000多转推你就这样感觉来了。原装来讲，它的隔音没有讲太好到哪里去。如果你讲要比隔音的话，我甚至觉得这3者里面，我们的3者就是我把阿米拉拿掉，好不好？阿米拉就因为比较少人买了，我就说 S70 跟 Vios 还有 CD 就好。我觉得 CD 的噪音是比较高的，可是舒适性是 OK 的，椅子好坐，它的音响不错，然后它的整个空间来讲，我觉得是完胜。那如果你问我这3者里面呢，你建议我买哪一辆？这个东西是要看你个人喜欢什么。如果你喜欢 hatchback 好看的 hatchback， 我是觉得 CD hatchback 是值得去买的啦。空间油耗 Honda City 完胜。可是如果你说以 spec 外观、内饰、内装啊，这 S70 完胜了咯，因为 S70 就是那个比较，我觉得给我比较喜欢它内饰比较干净整洁，可是它缺少了几个把灯，比如说 aircon， 比如说 aircon 这个转的就没有啊，你要滴滴滴声音就没有啊。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想要耐用、要保值、二手价好的话，无可否认很多人都是 go for Vios 的。可是如果你讲真的新款的 Vios， 我没有讲很喜欢到哪里去啦。OK， 反而旧款的那一个可能在2019年啊，2020年那个都到 Vios 的 GR Sport 那个我就很喜欢。那个我觉得是不错买的，如果你考虑要买二手的话，它这辆车是有定速的巡航 ，OK， 然后也有这个 Lane Keep Assist， 你可以选择你要跟车距离多少
好嘞，然后可是呢，就是汽油版它不会给你有那个低速的跟车，到车停为止那个没有，那个好像要买到 EHEV 才有了。所以这个也就是 Honda 就是要逼你买到最高 spec 那个，它才给你完全所有的东西啊。那我们试一下的跟车系统，好吧？虽然现在是下雨天 ，OK， 我 set 到90了。你看，其实它的跟车也是还蛮不错啦，它不会像乒乓球这样把你左右打来打去。方向盘的摆动还可以，这个就是一套的 Honda Sensing 了。哎呦，没有线了，它跟不到。然后这辆车就很多人骂什么Honda 到现在还是不给360啊，对吧？人家打左边行呢，它就会给这个旁边的 camera， 还有一个 reverse camera，yes。然后在这个时代来讲呢，就竞争对手都有给了的，可是我觉得不，我觉得它缺乏360 camera 是什么啦？是真的一个重点啊。可是如果你讲 Lane Watch 好用吗？我觉得 Lane Watch 挺好用的没有盲点侦测也没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右边这边很容易看到盲点嘛，只是缺乏在左边嘛。可是它用一个 camera 来做代替所以我觉得不成问题了，就是还没有盲点侦测的好，我觉得是 OK 的。我可以看得到盲点，不错。那个小小的灯放在一个 side mirror 上面，有时候未必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最实用还是这个 camera 了，对我来讲。哇，110多。OK， 来，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踩完。OK 一下嘛，其实它的力其实我讲过，到 Vios 它输在它的0到60它慢。可是，在 CD 上面不会 ，CD 反而0到60的这个动力它比 Vios 好很多。Vios 就是缺点在0到60而已，我觉得它的动力带不上，它的转速也还没有到。58%的油门，由于它是自然吸气嘛，所以还是比较建议放 Sport。然后让它的转速维持在高一点，然后这时候你加速还是在这个斜坡架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吃力了，不错。但是 Honda 的这个 CVT 其实也算不错了，它明知道你在爬坡啦、刹车啦，它都会做一些改动，拉转速拉高一点它知道了。反正到 Vios 那个就没有这么厉害了，我觉得还要靠那个换挡拨片比较好。在这3者里面，我觉得它音响是最好的了，因为它有底特在这边，它的环绕声给到你，前后都有，然后它的这个 bass 也不错，最差是 bottom 还是要改了，还是要改。真的没有一个完美的车，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它刹车是蛮灵敏的，我踩一点点就反应了。如果你叫它 IS 的话，应该都没有它这样敏感，是不是？你有发觉到我们Toyota的惯性是要踩比较深的吗？对咯，这辆车一点就有。而且我觉得 Honda 车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在我们慢慢停下来，它可以很好的控制到我们这辆车很顺利的停下来，而且不会有那个头会点一下，或者车会动一下，这样子不会的，很舒服的。我觉得 Honda 车的一点就是好，我做得到，很容易做。可能就是它 brake pad 的设计原理了。4500转，干它。去过它的 top speed 多少吗？210。210，Civic 可以追 Civic 的哦，因为 Civic 原装没有 map 过没有 speed gun 的话是走207了。开始有一点小推头，因为滑，感觉是这样的。后面那个 Vios 是用什么轮胎啊？AJ09。
来这个山脚这边，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就是又是挑战雨天上山了。因为之前我驾过一个 City Hatchback， 我记得没有错，也是像雨天，用着也是类似像 Semis 那个轮胎，它是改了 BCBR 啦那个 suspension， 呀，应该也没有提升太多啊，就是一个小改款，就是一个小小的。OK， 那非常感谢车主了，我们下个影片就冲上云霄了。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